还有，目前各处的驻军都在流传着一种可怕的说法，说八路军有一支秋山部队，为首的人就是秋山太郎。现在有很多士兵迷信秋山，说是跟从秋山，八路军就会安排他们通过一条秘密的路线，避开战场，回到日本。那你有什么具体的对策吗？我已经从死士营精心选拔了一批武士出身的士兵，用武士来对付武士。活捉秋山太郎，不，只要有任何机会，就得消灭秋山太郎和这个神秘的八路军官。我明天就出发去保定，参加前田大佐召集的特别会议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。嗨。 胡掌柜，有事吗？我是万福楼的伙计，有位老板想请您过去赴宴。谁呀？说是做生药买卖的。啊，这样吧，你跟他说我没兴趣。您别难为我了。他说有一批水牛角要脱手，您肯定有兴趣。三两，陈大哥，天龙哥，三两，哎呦，你们啥时候来了？放心，没有尾巴。大哥，坐。坐。其实啊，我们在你药铺门口溜达半天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没敢进去。毕竟交通站以前暴露过，怕鬼子把你这门给盯上了。刚开始几天，鬼子确实派过人，后来也瞧不出啥名堂，慢慢就把人都给撤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这帮狗杂种的样子，我全都记下了。就是换身皮，我也一样能认出个8、9不离十。你看，我就说3两够机灵吧？哎，不对，这天龙哥一路跟着我，我愣是没觉出来啊。他是老油条了，你跟他比，你当然认了。三两，一会儿俺教你几招。真的？侦察连的看家本领，我跟你说，你师傅都教不了你。三两，我们敬请师傅。钟老板那是顶天立地的汉子，文武双全，我陈铁拳打心里佩服。他的血债一定得还。慢点儿。师傅用性命保下的药铺，我一定会替他看好的。你师傅没看错你，你也不赖。是啊，还没有人能活着从宪兵队走出来呢。全靠师傅安排的巧，敌人才拿我没办法。其实，我去的地方不叫宪兵队，是一个叫真谍队的地方。真谍队？对，是鬼子在西川刚成立的一个情报机关，和宪兵队一墙之隔，戒备森严。交通站的诱捕计划就是出自他们之手。哦，对了，真谍队的队长叫黑田，是个中国通，他亲自审讯的我。三冈一幸是个少佐，这个鬼子军官不简单。黑田，我记下了。三两，鬼子虽然撤了哨，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。交通站呢，暂时不执行具体任务，明白吗？我明白，不过我会小心留意县城的情况的。到时候还用暗号联系。你说到这个暗号了啊，你咋都弄这些
偏门的要材呢。幸亏我今天想起水牛角了，要不真抓瞎呀。哎，三两，毕竟我们都不是郎中，记这个太费脑子了，改成不？不行，记不住也得记，这是师傅定下的，只要敌人不察觉，我就不改。这胡三两挺有意思，挺有天分的，就是太书生气了。这要不打仗啊，就是当教书先生的料。可不是嘛。特高科驻西川特别侦谍队，这名字可真绕口。哎，天龙啊，咱这回可算是摸清楚在西川的对手了。没错，特高科是鬼子的老牌特务机关。看来这对手还是有点来头的。可惜药铺这边是敌明我暗的形势，三两的情报会很有限。孔兄，楼下出什么事了？鬼子兵喝多了，让宪兵队给抬走了。他们鬼哭狼嚎的，嚎啥？日本人管这叫三味线音乐。日本兵一听这音乐就得想家，一想家就哭。三味线。田龙，记下了啊，下回咱们炮楼喊话又多了个新花样。好。哎呀，我的老弟啊，你这陈铁拳，最近这一段时间可是打出了名气了。少来这一套，有话直说。我请你来也是迫不得已，让你帮我一个忙。你可得替我保密呀。别跟我卖关子。有啥事儿？关东军一个很重要的武器专家要去前线，途经西川火车站。需要我做啥？需要你做掉他。他身边有几个鬼子？一个武器专家不是带兵打仗的，估计身边没几个人。你这消息可靠吗？我的情报能不准吗？孔老板，现在情报是7分虚3分实，你不说哪儿来的，俺们可怎么信你啊？我是用2根金条换来的。孔兄，你最好再扔2根金条探探，把消息弄准确了，要不然我们没法干。咱们接触的时间也不短了吧？我花这么大价钱弄来的情报，能是假的吗？孔老板，这么重要的情报，你们的人为什么不自己动手？孔兄唱的是空城计，他身边要真有人，那就不需要咱们了吧？对吧，孔兄？还是老弟明事理，啊？这回生意还是老办法，名分是你的，好处我得。我们现在人手不行，武器也不行。要是为了一个武器专家冒这个险，有点不值。这你可又不懂了。这个武器专家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。常德一战，日本人空投了带有鼠疫的毒弹，没费1枪1炮，3天之内死了600多人。而现在这个武器专家已经研究出了一种芥子气和路易气混合的毒弹，威力更大。一旦这个武器专家到了前线，使用了这种毒弹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中国人有可能断子绝孙呢。有这么厉害？邱班长，来啊！小臭咱听惯了，你这一叫大名，俺还真不习惯。臭子哥，喝酒。哎，柱子，俺不能喝酒，你来。俺喝。柱子，有话就直说呗，怕啥？哥，你就说嘛。
柱子，咋了？臭子哥，俺哥是想去你们队伍。是，俺想跟你走，跟着陈队长。你不是有游击队吗？那是俺拉的民兵队伍，都没受过专门的训练，就凭一股狠劲儿打到现在。就是啊，他们抓个汉奸，打个伪军还成。可真是遇上鬼子，他们还是不行。不对啊，上次救秋山，还有送我们出封锁线，你们可都帮上了大忙啊！那些都是野路子，臭子哥，你们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，俺就想跟你们好好学学。是啊，俺哥逢人就说自己是八路，可是到了了还是土八路。是啊，其实眼下，敌工队还真是缺人手，俺们这次来正打算从村里找一批年轻人，扩大一下队伍呢。那不结了？可要是参加正规军呢，还得上级批准。不过参加敌工队嘛，俺就能做主。好歹俺也是敌工队副队长呢，这个主俺给你做了。好，以后啊，咱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架。臭子哥，那俺替兄弟们敬你一杯。哎，柱子，俺真不会喝酒。哪有这么会打仗还不会喝酒的？来，芍药姐，咱们一起敬臭子哥一杯。哎，来，柱子，你们这一家三口敬酒都一块儿上啊？那是啊，谁一家三口啊？臭子哥，就冲你刚才说的一番话，俺们一块儿敬你。那好，既然盛情难却，这杯酒俺就喝了。来，干了，喝。来来。哎，太郎，来，俺给你看样东西。什么这些？你看，知道你有这本事，就是没合适的家伙。哪里弄来的？啊，这是老乡给的，刚给的时候锈得不成样子，俺怕扔了可惜，就打磨了一下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哎，俺给你耍一个啊，你看啊。哎呀，这没磨。再来。我也来一个啊！太郎，你太厉害了！太郎，太说了！不行，你必须把俺给教会了。这东西不是1-2天就能学会的。用你们的话说，这叫童子功。俺不管，你必须给俺教会了。俺跟你说，太郎，这还不算好干活，等有条件了，俺亲手给你打一副。你会打铁吗？哎，这还用说吗？俺从小就会打铁，俺们村人人都会打铁，是有名的铁匠村。你看看，这个就是俺自个儿打的。啊，怪不得，你一轮一砸的大雕树，还真有些打铁的家系。那年鬼子，也就是你们日本人，进村祸害老百姓，抢走了每家每户的铁器。知道为啥吗？不就是因为你们日本没铁，拿去做兵器，再来祸害中国老百姓。哎呵，枪炮不是靠一些铁器就能制造的。那就是怕俺们造武器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俺临参军前一宿，乡亲们东拼西凑，一锤子一锤子给俺打出来的。哎呵，我能看看你的刀吗？给你。你看，这还有秀才刻的字儿。哦，秀才谢谢。
秀才就是俺们村唯一识字的，也是铁匠，所以大家都叫他秀才。海洋兵工厂。海洋兵，不，估计你中国字也没有人权。这是，百战百胜，攻无不克，飞檐夺壁啥的。百战百胜。这么看差不多。和中国之间的还不够。阿虎啊，这大刀你一直没离过身。那当然了，刀不离身嘛。不过有时候跟敌人拼红了眼，刀被打掉了也是常有的事儿。但俺的刀，俺知道，这就是俺的刀。刀本身没有好坏，刀的好坏全在于用刀的人。宝刀配英雄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宝刀配英雄。哎，对，就是这意思，就这意思。俺听懂了，太郎。干脆你说咱当师傅得了。哎，不，哎，你做俺师傅得了。收你为徒。哎，对，我不收徒弟。太郎，你做了俺师傅，俺就天天在街上叫你师傅。你想，那得多威风！我没有资格做师傅。师傅不是谁想做就可以做的，那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称呼。你是不是嫌俺笨？你不用骗俺，俺就知道。太郎，其实俺也骗了你。这刀不是乡亲们给俺打的，谁这么待见？这是俺在战场上捡的，当上啥字儿，俺也不认得。我知道，你爱刀，希望你的刀有一个故事，我理解。这么说你不怪俺了，太郎，等你看到俺在战场上真刀真枪的杀敌人，你就会看上俺的。到时候你再收俺当徒弟，成吗？爱和，我相信你是一个勇敢的武士。嗨，俺哪是啥武士？哎，太郎，你是武士，是不是也应该有个刀啊？有，我有一把家传武士刀，可是什么？也被手脚了？不，是我妹妹。你妹妹？反正现在不重要了。嘿，你妹妹也爱耍刀？她其实比我更喜欢武力。黑田君，你好像不开心。美惠子，你还记得你瞒着你的父母和家人，偷了这把武士刀，跟随我从军的时候吗？记得，当时我们踌躇满志，一心想为帝国效力，将来荣归故里，好请求父母大人的原谅。可是，一晃几年过去了，我们只是从事微不足道的谍报工作，没有战功，没有荣耀，甚至连身份都没有。大佐阁下派我来西川的时候，我曾经以为会是一个大好的机会，但是佐藤中佐是一个中庸的人，荒木只是个武夫，我是有心报国却没有施展的天地。不知吉卜太郎
能否为黑田建立一点功勋呢？在日本的时候，太郎一直是我尊敬的兄长。没想到，现在成了我的敌人。真不知道，我和太郎在战场上相遇，会是什么样子？哎，这孔老板的铁血锄奸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国军不是有个军统吗？啊，他们打仗不行，但是搞情报、搞暗杀可以。他们的锄奸队啊，专门杀汉奸、杀鬼子。哦，叫什么铁血攻心战？孔老板这波差不多都没了，不管他留在西川干啥，能抗日就行。对，能抗日就是好汉。他这人有个毛病，他无非啊就是想多捞点军饷，拿点功劳。咱们跟他合作呢，功劳归他，只要能帮咱们就行。也是啊，哎，凭空多了一个交通站。哎，铁拳，这也就是你啊，能抗战也能搞统战，这买卖可以啊。哎，那武器专家的事儿，孔老板的消息呢也算是灵通，啊，咱要是把武器专家给抓了，你想啊，对百姓多有好处啊，为啥不做？这事儿你别操心了，我觉得眼下当务之急呢，咱得给弟兄们找一个安身的地儿才行，老待在腰带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也是啊，不能再给他们添负担了。哎，俺来回送情报的时候，在山里头发现了好几个山洞呢。山洞哪行啊？老虎进山洞，固头不固定，你知道吗？这被鬼子堵里面，咱活得了吗？咱不能这样委屈了弟兄们，得找一个安稳地儿，咱们安营扎寨。快走吧。走。哎，你个兔崽子！我让你拉些汗为生的。你是干嘛的？麻子，麻子在那儿呢，俺是他哥。我问你俩是干嘛的？这是俺们不是山匪，俺们是腰带村的。来，大宝、麻子，你们慢慢吃。二丫，你真好，多吃点啊。吃你的吧。吃。这麻子跟大宝是俺们村口老王家的，爹娘死得早。小时候啊，玩炮仗给炸傻了。哎，也怪，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玩炸药，就为了听声响。给你擦擦再吃。你看你俩成啥样了？成黑球了。黑球。那他俩咋不住村子里头？谁敢让他们俩待在村里头啊？他俩成天捣鼓炸药，把弟弟炸成了麻子脸不说，有一次还把郭大娘的猪棚炸飞了天。村里人都受不了了，把他们俩都轰出去了。哎呀，这哥俩也怪可怜的。是啊，也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两个。哎，还别说，这哥俩还挺有天分的，做那大花炮又好看又响亮，还不带重样的。就是，俺们早不做炮仗了，俺们现在啊就想打鬼子。对，等俺们把这大手腕弄明白，一发炮弹让鬼子碉堡坐飞机。对，这俩口气不小啊。你们俩知道鬼子碉堡在哪儿吗？就不知道。这不是土匪吧？也不是猎户，
这两个人也真奇怪，他们是不是想暗算陈连长？俺找他们去。白虎，是不是傻呀？你想想，打冷枪用得着炮吗？有炮，你看清楚了？啊！陈队长，你就收下俺们吧，俺们帮你打鬼子。对，俺们不回真武庙，俺们就跟你走。铁拳，跟我们打鬼子可以，但是你们俩得听话。得听话。对，听话。哦，听话。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。听指挥。我也听。这些日子啊，又给你和你娘添麻烦了啊！尤其是爱虎，一个人呐能吃3个人饭。陈大哥，谁让你跟俺们腰带村有缘呢？再说了，你说这么多客套话，还不如多杀几个鬼子管用呢。那对，对，妹子，你别看俺吃的多，但俺打鬼子比他们有力气啊！你想，一碗饭还一个鬼子呢。谁晚饭啊？行了，芍药，俺们该走了，回吧。二丫，回。陈大哥，后会有期。还记得这个呢？好，铁拳告辞。陈大哥，陈大哥，这点干粮带着路上吃。太郎，哎，你肯定爱吃，啊？哎，不行，啊，我们有纪律。太郎，这可不是慰问单，咱不能拿乡亲们的东西。对不起，我不能收。这一点干粮还……这东西是给柱子的。芍药，柱子是俺们村的人，还不兴许给他带点吃的喝的呀？行了，二丫，是啊，怎么想给俺哥带点吃的都不行啊？你俩干啥？就是啊，这第一次跟陈队长走，你就给俺丢人啊？回去。这咋丢人了？这拿点东西怎么了？俺不能要。你说这像什么话呀？咱走。拿着呢。行了，芍药啊，拿回去吧，听话。走了，二丫。哎呦，就这儿啊！这儿多宽敞啊！他们俩住在这儿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哎，那边厢房也空着呢啊！都是那边还有房子呢。哦，好。爱虎啊，喜欢吗？喜欢，太喜欢了。走，里边看看去。好。哎，你们这个哪儿弄的？清朝时候的吧？庙里供着的，这以前是个土匪窝。俺们这一代啊，自古出响马子。哦，就是那个土匪。对，后来军阀混战，寨子里的武器、枪炮、刀剑啥都有。再后来，小鬼子又来了，土匪也开始逃命。这东西估计是太沉了，也没带走。嘿，那真是跌个跟头捡金条啊！这宝贝居然落到咱们手上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也是中看不中用。俺打游击的时候也找过一门，没炮弹，没人会使。就那土匪压根儿也没用过，也就是充个门面。不行，不能充门面。这个东西不用来打鬼子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就是啊，一发炮弹就让鬼子碉堡坐飞机。没错，这小子。来，太郎啊，看看，给你的。哪里来的？我去了趟县城，顺便呢，打听下你妹妹的事儿。对了，我想问你，认识一个叫黑田的吗？黑田正雄，他是我妹妹的恋人。那就没错了。黑田现在是驻西川最高情报官，他身边有个神秘的女人，年龄上跟你妹妹差不多，也会讲中国话。关键是他对你的身世也很感兴趣。我知道，美惠子就是智子，我妹妹。太郎，
你不是一直担心再查下去会牵涉到你妹妹吗？其实黑田也怕，所以他给继子改名坏姓。黑田呢，现在听命于佐藤，以他的身份，佐藤不至于怀疑他身边的女人。所以说，你妹妹暂时是安全的，不用太担心了。李想说，我贸然行动去找我妹妹，一旦失手，反而会让她的身份暴露，就会害了她。没错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这么做。另外呢，你得有个思想准备。黑田负责的是一个叫真谍队的特务机关，是咱们敌共队的死对头。你妹妹现在也在真谍队。换句话说，你妹妹已经成了我们的对手。泰拳，你是不是很难理解？我千里迢迢来到中国，就是为了寻找我的妹妹。不，换了是我，我也会不顾一切的保护我妹妹。只是现在，你妹妹站在了黑田那边。泰拳，虽然我反对这场战争，可是我绝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了我妹妹。也请求你们不要伤害妻子。我一定要带她回日本，回到父母身边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太郎啊，你真是一个活在古代的武士。这份情报上为什么写太郎已经阵亡了？这是中佐的主意。因为太郎的事情影响很大，他怕上级了解情况对他不利。什么？美惠子，你就别问了。军部已经把太郎阵亡的通知书寄给你父母了。太卑鄙了！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？这样做对我的父母亲的伤害有多大？不行，我得去找他们。美惠子，你站住！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让太郎活着。你有什么打算？黄木君倒是提醒我。啊？黄木君最近在训练几个武士出身的士兵。武士？他们训练武士，是用来对付太郎的？不，这些武士恰恰是用来对抗太郎所在的那支小分队。那我的父母亲怎么办？美惠子，目前只能如此。还有，你不能向他们透露任何太郎的消息。他们如果知道太郎和敌军站在一方，他们会很绝望。铁拳，咱下一步啥任务？也没啥新任务。田老啊，咱还得找一个军心涣散的炮楼或者据点，咱得接着喊话。我们又学了一个新的叫三啥啊？三味线啊？三味线？三味线你听说过吧？啊，你可以试试。又喊啊？多没劲啊！啥意思啊？你想换新花样啊？我们还没吱声呢，你憋不住了？不是，队长啊，你看这炮楼喊话吧，又开不了枪，咱缴获那么多3把大盖，都跟那破大炮一样，
供着。以前总说人手不够，可现在柱子他们不也加入了吗？对呀，咱们打杨树屯的时候还没这么多人呢。以前咱都是被动作战，现在是不是应该主动出击一次了？我就知道你小子憋不住，想主动啊？咋主动？哎呀，队长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知道你心里有数了，是吧？有数了。哎，叔叔，你心里有啥数了？咱们这次不打炮楼，也不打伪军，咱们要干一次大的，要威震四方。哎，咱们这次劫火车。八路的送死，杀了他！上呀！去吧，你去。报告。训练场就是战场，拿出你们的勇气，再来！嗨！混蛋！现在就是实战！嗨！山口，你的徒子没有力量，再来！呀！混蛋！白刃战，为什么还有子弹？呀！东本君真是别出心裁，居然穿上八路的衣服训练新兵。新来的士兵不能感受到战场的杀气，对战练习的时候，我穿着帝国的军服，只会让他们分心。只有从头到脚把我当成敌人，他们才会认真起来。说得好，从这些小事情上，我已经看到了你的良苦用心。阁下过奖了，这些只是武士训练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已，心无杂念，没有他物。你说你是从大阪来的武士？嗯。你认识一个叫秋山太郎的人吗？在京都的时候见过一面，他是福田门下的大弟子。只可惜啊，我们武士是要讲辈分的，我的能力绝不输他。可是没有机会向他发起挑战。我听说秋山君已经死了。啊，是这样的。
看来，他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。在他有生之年，不能跟他一决高下，将是我人生一大憾事。宫本，如果你真有杀敌之心，我可以提供你一个施展武艺的机会。我绝不会让少佐阁下失望的。よし，帝国的军队就需要你这样的勇士。嗨。哎，虎哥，虎哥，哦，你看睡觉呢。还睡呢。哥，你说咱二虎哥将来还能娶媳妇不？咋了？你看他跟炮这么亲，哪还有心思照顾他的小媳妇儿啊？他搂着炮还能睡着？啊，可不是吗？过来。小兔子。伤到人，为了孩子不再失去母亲。